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不是价格预测，也不是站队黄金或者是比特币。我想做一件非常简单也很冷静的事儿，用数据把一个长期被争论的问题算清楚。最近呢，你也应该看到了，黄金一路上涨，越涨越像避险之王。尽管有所回调，但还是来到了$5000每盎司以上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比特币从12.6万一路跌到了6万，被腰斩了。于是呢，我经常会在评论区里边看到这样的评论：比特币根本就不是什么数字黄金，迟早归零，黄金才是真正的硬通货。这些话呢，是不是你听起来很耳熟？每次比特币一跌，就会有人跳出来讲这种话。但问题是，说这些话的人有没有真正的去算过一笔账？不是说看到今天的价格涨了跌了，也不是说靠感觉去站队，而是把时间轴给它拉长，用投资的方式去算清楚，同样的钱，同样的周期，同样的投入频率，到底谁跑赢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，用最朴素也最适合普通人的方式，定投来计算一下，每个月固定投入2000块钱人民币，雷打不动，连续投10年，从2016年的2月1号开始，到2026年的2月1号结束。我呢找了7位性格不同的朋友，每个人选择了一种自己最相近的资产。10年以后，他们的投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先说清楚这个规则，避免后面有人说我是数据源有问题，来源不一样。第一呢，每个人每个月固定投入2000块钱人民币，大约是285美元。第二，汇率统一按照1美元等于7块钱人民币去计算，全程固定，只是为了简化对比。第三，从2016年的2月1号开始，到2026年的2月1号结束，一共是121个月。第四，所有的数据来源都是公开市场的价格，比特币用的是 SDQ 数据源，黄金用的是 SAUUSD， 股票用的是月初的收盘价。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假设性的，如果你满仓梭哈，然后呢你就会怎么样的故事，这是一个贴近真实的定投的模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那么第一位出场呢是小 A， 我管他叫做 Ivan。 小 A 这个人呢特别谨慎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股票什么的太吓人了，我就把钱存银行做定期，安全第一。小 A 选的是中国银行1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，利率呢跟着政策走，这10年从最高的 1.75% 一路降到了现在的大概是 0.95%。 那10年的结果呢，24.2万投进去变成了26.14万，总收益率 8%， 10年 8%，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。但如果我们按照美国的 CPI 把这笔钱折算成真实的购买力，它的实际的收益率是怎么样的呢？负的 9.81%。 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用美国的 CPI 而不用中国的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后面所有的资产我都会统一按照美元去计价来横向对比，所以我用美国的 CPI 当成同一把的购买力的尺子，保证后面的口径会一致。我们再回到小 A 的故事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小 A 辛辛苦苦存了10年的钱，购买力反而缩水了将近1成，年化收益只有 1.53%。 小 A 的钱看起来是变多了，但实际上呢变薄了。第二位出场的是小 B， 我们管他叫做 HiPayFit。 小 B 是我们这群朋友里边最叛逆的一个，曾经留学日本，现居美国的加州。2016年的时候，他就曾经经常跟我们去说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看不穿，我每个月就买一点比特币。那个时候呢，比特币才370美元一个，90%的人以上，甚至95%的人以上都觉得这是一个骗局，郁金香迟早会归零。但小 B 不管，雷打不动，每个月买入2000块钱人民币的比特币。接下来的10年，他经历了什么呢？17年暴涨到2万美金，18年崩盘跌回3000，21年再冲高到6万9，22年 FTX 暴雷又腰斩了。
换成大部分人早就下车了，骂街、拉黑，发誓再也不碰了。但小 B 的操作很简单，跌了我也买，涨了我也买，不预测只执行。10年下来，他一共买到了 9.52 枚的比特币。按照2026年2月1号的价格，总值78756美元一个，最终的价格524.92万人民币，74.99万的美金，总收益率2069%，扣除通胀以后的实际收益呢1711%，年化收益率是58.44%。你没听错，年化58%，同样是每个月2000块钱，同样是10年，24万直接变成了524万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在想，博主是不是在怂恿大家去购买比特币？不是，小 B 呢是这7个人里边收益率最高的，但也是唯一一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承受过60%以上回撤的人。18年他的账面亏损超过70%，22年 FTX 暴雷他又腰斩了一次。如果他中间任何一个月因为恐惧、因为急用钱、因为受不了家人的唠叨而停掉定投，那么今天站在这里的就不是524万了，而是另外一个故事。第3位呢是小 C， 黄金的爱好者。小 C 这个人非常典型，不爱争论，不爱预测，但特别在意我能睡得着觉。他经历过几次的 A 股的市场大起大落以后，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生信条，有点老派，但很坚定。乱世买黄金，通胀一来，黄金最保值。我不指望他让我暴富，但只要他别让我崩盘。所以呢，他每个月都买一点实物的黄金，价格追踪 SAU-USD 的国际金价。2016年的时候，金价大概是1100美元一盎司，现在呢已经5000了。小 C 10年累计买了20.65盎司的黄金，期末的资产是69.18万人民币，总收益超过了185%，扣除通胀以后的实际收益是138%，年化20%，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亮眼了。尤其是2025到现在，自从川普上台以后，全球的不确定性上升，全球央行疯狂购买黄金，金价从2000直接拉高到5000以上。小 C 在最后的2年狠狠地赚了一波，但更有意思是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朋友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。他不信乱世，他更相信科技。结果呢，10年下来，成绩居然和小 C 几乎一模一样。第4位呢是小 D， 科技的信仰者，我们叫他影青年。小 D 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科未来派，他不太爱聊情绪，喜欢聊趋势，聊科技，不太相信玄学，更相信生产力。他经常挂在嘴边那句话是，未来是科技的时代，我就赌纳斯达克。所以他选择的资产是 QQQ， 跟踪纳斯达克的100的指数，里面全都是苹果呀、微软呀、英伟达呀、Meta 这样的巨头的公司。那10年下来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同样累计投入24.2万，最后变成了66.44万人民币，总收益174%，扣除通胀以后是129%，年化19%。注意到了吗？黄金的年化20%，居然略高于纳斯达克的19%。这个是这次实验最让我意外的一个发现。科技股10年大牛市，结果呢，竟然被黄金最后给反超了。当然呢，这里边有个很强的时间窗口效应。如果我们在2023年年底做同样的计算， QQQ 是大幅领先于黄金的，但2024到2025年金价的暴涨把这个格局给翻转了。那么第5位呢是小 F，A 股的投资者，当年30多岁，事业单位。他的口头禅是，我不懂个股，也不想研究那么多，我就买指数，长期肯定不会差的，我看好经济。A 股曾经到过6000多点，早晚会回来的，它可能还会到10000点呢。所以小 F 定投沪深300指数，中国 A 股最具有代表性的宽基指数。结果呢，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，甚至有点难受。24.2万，10年以后
变成了29.2万，涨了吗？的确涨了，总收益20.6%，听着好像还行，但你把通胀扣除以后呢，只剩下了0.75%，几乎等于0，年化只有3.71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过去10年坚持定投 A 股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，你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走。其实小 F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相信经济，愿意把钱投在自己的市场里边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信念。只是这10年 A 股确实辜负了很多相信他的人，不是你不努力，是赛道选错了。努力有的时候它真的是用不上力。第6位呢是小 G， 债券的稳健派，我要的是稳定的收益，美国国债，全国最安全的资产。小 G 呢每个月买入10年期的美国国债，锁定当月的收益率作为票息，结果呢期末价值26.82万，总收益10.8%，比银行定存好一点点，但扣除通胀以后也是亏损，负的7.4%，年化只有2%。为什么号称全球最安全的资产到了最后也亏了？因为2020到2021年的那几年，10年期的美债的收益率最低已经到了0.62%，你那段时间锁定的票息还不够通胀吃掉的。最后一位是小 F， 稳健的美股派，我不懂什么科技股，但我知道美国的经济是全球最强的、最牛的，所以呢，我只买标普500。小 F 呢选择了 SPY， 跟踪标普500的指数的 ETF， 这个就是巴菲特曾经公开推荐过很多次的那。他的投资成绩是怎么样呢？24.2万直接变成了48.94万，直接翻倍，总收益102%，扣除通胀以后是68.88%，年化13.58%，不如比特币那么疯狂，也没有黄金那么戏剧性，但标普500给出了一份非常体面的成绩单。这个就是巴菲特曾经说的，普通人买标普500，长期下来你就能够跑赢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。好的，7个人的成绩单都揭晓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不看表格了，我们来聊聊背后的为什么。第一，安全资产的陷阱。银行定存和10年期美债听起来呢都是最安全的选择，但在这张成绩单里边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扣掉通胀以后都在亏。原因很简单，这10年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利率的时代，当利率长期跑不过通胀的时候，所谓的安全只不过是波动而已，但你的购买力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一点点给消磨掉。所以最大的风险不是波动，而是你的钱在安全当中，注意我说的安全是带引号的安全，你的钱会在安全当中慢慢的贬值，慢慢的给烧掉。第二呢是定投最爱谁最怕谁。定投最适合的资产不一定是最稳健，反而往往是那种长期趋势向上但中间波动很大的资产，比如说比特币，比如说 QQQ 这种。因为定投的本质就是下跌的时候你会买到更多的筹码，上涨的时候呢，你享受的是趋势的福利，它们更像是一条长期向上的楼梯。中间呢，虽然你会摔下来那么几次，但只要楼梯的方向是向上走的，定投就能够把波动变成优势。而沪深300这种涨了它又跌回来的这种过山车的模式，恰好是定投的天敌。你涨的时候你高位买了很多，跌回来之后呢，利润全部吐回去了。所以定投不怕跌，怕的是涨了10年以后最后回到原地。第三呢是时间窗口的魔力。黄金这次能够略胜纳斯达克，主要靠的是最后2年金价的暴涨。比特币呢已经照最高点下跌了接近50%了，现在，但仍然还有2000多的涨幅。这个说明定投的终点选在哪里，会极大的影响最终的结果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定投需要的不只是坚持，你还需要在合适的时候学会止盈。那么看完这个实验呢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有些道理真的只能用10年的时间去验证，不能够在一个时间点去拿它去做验证。另外就是定投是普通人最好的投资方式，没有之一。你不需要判断任何的顶或判断任何的底儿，不需要每天盯盘，
你需要的只是选对方向，然后坚持。小 B 之所以能够赚到2000%以上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内幕消息，而他在别人都在喊归零的时候，他依然在坚持，依然在买。第二呢，不要把所有的钱全部放在那个带引号的安全的地方。小 A 和小 G 都选择了大家公认的最稳的资产，银行储蓄和10年期的美债，但10年以后呢，他们的购买力全都缩水了。真正的风险不是账户出现波动，而是10年以后你发现自己的钱买不到以前能够买的东西了。第三，适度配置高成长的资产。我不是让你把全部的身价全都压在比特币上，压在 QQQ 上，但如果你每个月拿出一小部分，哪怕只有500块钱去定投比特币，或者说定投纳斯达克100，10年以后的结果可能会让你有一个惊喜的。关键是在你能承受的波动的范围之内，选择最有成长性的资产。第四呢，时间是你最好的朋友。这7个人的唯一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他们都坚持了10年，即使是表现最差的银行定存，坚持也比不投资强。如果你选对了方向，10年的时间足以让普通人实现财富的一个跨越。好的，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，比特币到底是不是数字黄金，会不会归零？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但数据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在10年前每个月只拿出2000块钱人民币作为定投去定投比特币，那么你今天的资产就是524万。那个说比特币归零的人，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动手去算过一笔账，还是说只是在键盘上发宣泄情绪？我们刚刚回顾的是过去10年的故事，那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到现在呢？假设从2026年的2月17号开始，中国的马年的大年初一到2036年的2月17号，同样的规则，每个月2000块人民币，连续定投10年。这一次你会怎么选？你是小 A、小 B 还是小 C、小 D？ 这一次呢，你就是故事里边的那个主角，你的选择将决定10年以后你会站在什么位置。欢迎你把答案呢打在评论区里边，告诉我你会是小几，为什么？好的，这里是加密星球，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内容，请点赞并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